这是一个落魄王子整天沉迷钓鱼、无心复国的故事。什么我家炸了，等我先把这条鱼钓上来再说。这位王子与女儿失踪，父亲沉迷赌博的杰洛特，以及老婆被杀、儿子被拐、父亲沉迷捡垃圾的辐射4，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18年，这款游戏可是号称10年磨一剑的开放世界大作。在它发售前为其预热的 CG 电影，那可是在玩家圈杀疯了的存在。可当玩家们满怀期待，准备开始复国的时候，却发现国家都亡了，王子竟然还在自驾游的路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王子如此不务正业？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开放世界游戏的反面教材《最终幻想15》。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一个魔法与科技共存的世界，其中以魔法为主导、向往和平的路西斯王国，拥有着世界上唯一一块魔法水晶。国王雷吉斯能够凭借祖传的光耀之戒，操纵水晶内强大的魔力，以此来守护路西斯王国。而另一个向往极端的尼弗海姆帝国，则凭借手握真理的机械魔导兵，以及操控无数名为史骸的怪物，横扫了周边大部分国家。只有路西斯王国还能依靠水晶制造一片笼罩王都的魔法之墙，才能勉强抵御来自帝国的侵略。在与帝国僵持的期间，由于路西斯王国的脑壳痛王子诺克提斯身患重病，国王雷吉斯只能带着王子前往戴涅布莱王国寻求治疗，而早有预谋的帝国则趁此机会大举入侵戴涅布莱王国。在帝国绝对的力量下，戴涅布莱的皇室纷纷殒命，只剩下了他们的王子瑞布斯以及公主露娜弗雷亚。国王雷吉斯也意识到帝国是冲自己来的，他只能赶紧抱上脑壳痛王子，拉上未来儿媳露娜公主，想要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匆忙之下，他也没能顾得上戴涅布莱的王子瑞布斯。露娜公主见状，索性也选择留下来，为父子二人争取逃跑的时间。就这样，戴涅布莱王国也被帝国所掌控。一转眼12年过去，国王雷吉斯组建了一支名为王者之剑的部队，以此来抵抗帝国的侵略。他们不仅能够依靠雷吉斯国王赋予的力量，使用威力强大的魔法，还能利用投掷的方式瞬移到自己的武器身边。在如此神奇魔法的加持下，王者之剑就算面对帝国一方生化加科技的降维打击，也仅仅只是被打得节节败退。可随着巨型人造史骸出现，并且发射出犹如卡秋莎火箭炮的密集弹幕，他们也不得不再次龟缩回了魔法之墙内。然而帝国却并没有趁机大举进攻，反而是派遣了帝国宰相亚丹前来要求雷吉斯签署和平协议，而代价就是路西斯王国必须割让除王都以外的所有领土，并且王国的王子诺克提斯还得与戴涅布莱的公主露娜弗雷亚结为夫妻。尽管不知道帝国有什么阴谋，但雷吉斯心里明白，如今王都的和平仅仅只是靠着一堵魔法墙维持而已。尽管王都还有着历代国王的英灵旧墙，但雷吉斯毕竟年事已高，早已无力指挥旧墙，并且魔法墙也会消耗自己的寿命，雷吉斯也撑不了几年。届时帝国大军还是会攻入王都，倒不如签署和平协议，这样既能够保障王都的安全，又能解决儿子的婚事。于是雷吉斯选择了妥协，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导致了王者之剑内部分裂，因为他们本就是一群被帝国占领家乡的老百姓。如今雷吉斯国王接受和平协议，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外拼死抵抗多年后，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随着和平协议签署的时间越来越近，露娜公主也跟随着帝国外交官一起来到了王都。但雷吉斯在见到公主后，却显得惊讶无比，因为他早在之前就秘密派遣了一位王者之剑的成员前去接应露娜公主，同时还让有着不死将军之称的科尔带着王子诺克提斯先一步离开了王都，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安全的地方举行婚礼。可毫不知情的露娜却还是来到了王都，这就说明了有人走漏风声。那名前去接应公主的王者之剑成员想必也遭遇了不测。就在签署和平协议当天，露娜公主被帝国囚禁了起来。负责公主安全的王者之剑成员尼克斯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于是尼克斯立即前去找到了国王。雷吉斯本就因为当年的事对露娜一家心有愧疚，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即让尼克斯带着王者之剑前去营救。但殊不知他们早已跳进了帝国的圈套。原来部分王者之剑成员早已叛变，就在尼克斯救出露娜的同时，帝国趁着王都内部空虚，偷走了维持魔法墙的水晶，笼罩整个王都的魔法墙在一瞬间支离破碎。雷吉斯也与尼弗海姆帝国皇帝展开了对峙。随着大量的魔导兵空降王都，路西斯王国的高层纷纷殒命，雷吉斯只能眼睁睁看着帝国皇帝扬长而去。而帝国大将格拉夫卡更是一刀砍下了雷吉斯佩戴的光耀之戒。这时一旁的瑞布斯竟毫不犹豫地捡起了光耀之戒。瑞布斯身为戴涅布莱王国的王子，在当年雷吉斯拜访他们的期间，由于戴涅布莱遭到了帝国的入侵，所以这些年他将所有的错都归咎到了雷吉斯的头上。为了追求力量，他甚至不惜加入帝国，为的就是如今这一刻。瑞布斯直接将可以操纵水晶力量的光耀之戒带到了自己的手上。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瑞布斯呼唤着路西斯历代先王，让他们给予自己力量，但只有正统王室才能继承戒指的力量。于是一众先王像看小丑似的废掉了瑞布斯戴戒指的左臂，光耀之戒也回到了雷吉斯的手中。与此同时，露娜公主也在尼克斯的保护下来到了这里，她也暂时顾不上哥哥瑞布斯，赶紧搀扶起雷吉斯逃离这里。尼克斯见状也立即与帝国大将格拉夫卡缠斗在了一起，奈何尼克斯开不了风铃之力，只能与国王和露娜狼狈地逃进了电梯之中。见事已至此，雷吉斯国王嘱托露
露娜前往水都奥尔提西，在那里与诺克提斯王子见面。原来他对帝国的阴谋早有预料，只有让帝国有机可乘，才能让帝国将注意力集中在王都，从而无暇顾及诺克提斯。因为只有诺克提斯王子才能拯救这个世界，并且重建洛西斯王国。在将光耀之戒交给露娜后，雷吉斯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为二人逃跑争取时间。奈何雷吉斯终究年事已高，他很快就命丧帝国大将格拉夫卡之手。此时的王都早已被大量的帝国士兵占领，尼克斯只能带着露娜不断向着王都外逃去。在逃跑的路上，尼克斯本想求助王者之剑，却没料到帝国大将格拉夫卡竟然早就在王者之剑内部领着双份的工资潜伏了数十年，这也让格拉夫卡发现了二人的位置。再加上雷吉斯国王的死，尼克斯也失去了使用魔法的能力。面对眼前的生死局面，尼克斯毫不犹豫地戴上了光耀之戒。时间仿佛再一次停滞，尼克斯也见到了历代先王，并希望他们能够出手保护王都。但尼克斯终究不是王室血脉，就在他即将被先王们审判的时候，加入先王行列的雷吉斯在一旁说起了好话，这才让先王们破例赐予尼克斯能够维持到天亮的力量，而代价就是失去生命。对于尼克斯来说，他的生命算不了什么，给那些希望看到未来的人一个未来，或许才是他现在该做的。与先王们达成交易的尼克斯，虽然天一亮就会被封号，但也有了堪比风灵之力的 power。趁着这个机会，尼克斯立即让露娜公主先一步离开王都，他自己则利用这股力量唤醒了历代国王的英灵救强，并操纵起英灵们与全面入侵王都的帝国势力展开了长达1夜的激战。以往繁荣的王都，在尼克斯与格拉夫卡以及这些巨型兵器的战斗波及下，化为了宛如人间炼狱的战场。随着天边的一抹朝阳升起，露娜公主终于安全地离开了王都，尼克斯也做到了自己该做的。那么接下来，所有的希望都将寄托在诺克提斯的身上。Not the worst way to go. Rule well, young king. 而此时，有着脑壳痛王子之称的诺克提斯，现在脑壳是真的痛，因为在他自由行的路上，还没开始钓鱼呢，全款拿下的豪车雷加利亚竟然就已经抛锚了。时间回到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国王雷吉斯让诺克提斯前往水都奥尔提西，与露娜公主完成婚约。与之同行的还有3位好友，分别是能够做饭还能出谋划策的眼镜伊格尼斯，外号王之盾的保安队长古拉迪欧斯，以及酷爱拍照的戏份组长黄毛普隆普特。临别前，雷吉斯还意味深长地告诉王子，作为他雷吉斯的儿子，一定要时刻挺起胸膛。就这样，一行4人坐上王室全款拿下的豪车雷加利亚，刚出王都不久便抛锚在了路上。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推车前往最近的锤头鲨据点进行维修。恰好修车厂的老板就是国王雷吉斯曾经的老战友西德。不过此时的西德老爷子已经退休，修车还得找他的孙女西德尼。不得不说，西德尼虽然看似年纪轻轻，但他修车的技术是真的很顶，修的那是又大又圆。奈何这一次出门，诺克提斯向他爹就要了38万8的彩礼，想要前往水都，估计还得凑个12万2的路费，见维修费用不太够，他只能让西德尼看在老辈子的交情上，借他个10几20万应个急。西德尼一听，瞬间明白了雷吉斯国王的用意，原来国王是想借此机会让诺克提斯感受一下生活的艰辛。借钱肯定是没戏了，修车费肯定也得靠王子自己去接狩猎委托偿还。好在诺克提斯还有3位保姆级同伙，用不着他亲自动手，3位好友便替他完成了狩猎委托，维修费一到位，豪车雷加利亚也焕然一新。4人在车前来了一张合影，毕竟这次出行不能太过张扬，所以他们为豪车换上了低调的土豪金。在依依不舍地与西德尼告别后，4人继续踏上旅程。途中，露娜公主身边的小狗安博拉还将2人用作联系的情书交给了诺克提斯。他们从小时候开始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联系。此时，露娜也即将启程前往水都奥尔提西。想到这里，诺克提斯迫不及待地回复了公主露娜一个表情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意。之后，4人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路来到了海边的度假中心。这里还有着王子最爱的钓鱼项目，毕竟以脑壳痛王子的家庭条件，要是打个重窝，海里的鱼都以为是朝廷的赈灾粮拨下来了。就在4人进入度假中心的时候，不愿透露姓名的亚丹却突然出现在这里，并告诉他们前往水都的船只暂时停运。在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人离开后，疲惫的诺克提斯索性也就留在度假中心夜钓一晚。也正是这一晚，王都被帝国侵略，国王雷吉斯被杀害，尼克斯用自己的生命让露娜公主得以逃出王都。好在这一晚，诺克提斯也钓到了不少大货。次日清晨，眼镜伊格尼斯带来了王都沦陷、国王雷吉斯死亡的报道。毕竟诺克提斯才刚满18岁，面对如此噩耗，他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于是3个同伙提议立即赶回王都，但前往王都的路早已被帝国大规模生产的魔导兵占据，他们只能来到一处小山丘，远远地看向早已硝烟四起的王都，并且还有庞大的帝国飞艇正在陆续飞向王都。此时不死将军科尔也打来电话，确认了国王已经遇害的消息，并让他们赶紧前往锤头鲨会合。回到锤头鲨以后，西德老爷子向他们讲述了王都沦陷的经过。看着老爷子与
雷吉斯当年的合影。或许他们想要再次相聚，就得去另一个世界了。之后在希德老爷子的指引下，他们前往王之墓地与科尔将军会合。如今国王已死，诺克提斯自然也继承了国王的使命，为此他必须寻求更强大的力量。而在历代先王的王之墓地内，诺克提斯只要接触灵魂棺材板，他就能获得王族之力，其中蕴藏着强大的武器幻影剑。为了夺回被帝国抢走的水晶，为了积攒能与帝国对抗的资本，诺克提斯也将踏上收集王族之力的旅程。而帝国自然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和露娜公主，因为露娜不仅是代涅布莱王国的公主，还是一位可以和神明交流的神使，她能够与神明缔结誓约，将属于神的力量赋予路西斯王国的真王。所以帝国也在害怕这位落魄王子依靠神的力量一风翻盘。回到脑壳洞王子这边，由于暂时无法前往水都，四人决定前往雷斯特尔姆与古拉迪欧斯的妹妹伊丽丝会合。带着国破家亡的仇恨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诺克提斯一路上钓了好几天的鱼。在经过陆行鸟驿站的时候，诺克提斯更是大手一挥，包下了陆行鸟驿站。不得不说，陆行鸟确实好用，有了这玩意儿，他们在野外探索再也不用为迷路而烦恼。四人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一路上欢声笑语。在三位狐朋狗友的陪伴下，诺克提斯也不再那么悲观，区区国破家亡，杀父之仇而已，何足挂齿。很快，他们便在雷斯特尔姆见到了古拉迪欧斯的妹妹伊丽丝。伊丽丝在见到诺克提斯后，显得非常高兴，不仅与诺克提斯促膝长谈了一整夜，还在第二天带着他一同前往城里散步。尽管伊丽丝一直都很喜欢诺克提斯这个大哥哥，可碍于落魄王子财力不够，伊丽丝也只能点到为止。似乎是反派都快看不下去，整天游手好闲的诺克提斯，所以当他来到雷斯特尔姆不久后，经常会在脑海里看到一个巨人出现在卡提斯大盆地，而之前那个神经兮兮的亚丹也再次出现。亚丹似乎知道诺克提斯的身份，还声称他看到的幻象正是巨神在呼唤国王。如果想要知道缘由，那么就跟着他一探便知，毕竟他们可是有4个人。要是亚丹图谋不轨，那么就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难上加难。于是4人一路跟随亚丹来到了卡提斯大盆地。意外的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初代路西斯国王夜叉王的墓地，并获取了其中的幻影剑。下一刻，大地开始震颤，远古巨神泰坦缓缓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但泰坦却对诺克提斯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帝国士兵也来到了盆地中，无可奈何之下，诺克提斯只能开启幻影剑，硬刚如同山岳般大小的泰坦。在幻影剑变幻莫测的攻击下，泰坦根本无法触碰到诺克提斯分毫。再加上3位好友的配合，他们硬是打碎了泰坦的左臂，同时还看见了露娜公主曾与泰坦缔结誓约的回忆。诺克提斯也因此获得了能够召唤远古巨神泰坦的力量。由于战斗的波及，整个盆地也即将崩毁。千钧一发的时刻，之前那个亚丹竟然乘坐帝国的飞艇前来接应。4人这时才明白，原来这个亚丹就是帝国的宰相。尽管不知道亚丹为何要这样帮他们，但他们目前也别无选择。之后，在帝国飞艇的护送下，4人被放在了陆行鸟驿站，而留在盆地的豪车雷加利亚也不见了踪影。就在失去了代步工具的4人一筹莫展之际，甘蒂亚娜竟然出现。她是神的差役，也是神话中辅佐神使的存在。甘蒂亚娜告诉诺克提斯，露娜公主已经和雷神拉姆缔结誓约，并且携带光耀之戒，先一步抵达了水都奥尔提西。想到这一路都是露娜在默默的付出，诺克提斯立即抓紧时间前往附近的森林之中，找到了3处蕴藏有雷神之力的石碑，成功获得了能够召唤雷神的力量。如今的诺克提斯杀鸡焉用牛刀，在独有的风灵之力加持下，根本不需要他亲自动手，凭借能够随意召唤泰坦和雷神的能力，4人在野外可以说是横着走，几乎都是一路平推。此时西德尼也打来电话，原来豪车雷加利亚已经被帝国偷到了他们的军事基地，为了试一试雷神的力量，